各位好，今天与大家分享中国派特使前往欧洲，再度进行外交解决俄乌危机的斡旋。咱们看德国焦点新闻的报道，新的和平努力，中国派遣外交官解决乌克兰战争。中国再次依靠外交手段寻求乌克兰危机的解决方案，并派一名高级外交官出访。北京再次发起外交努力，以结束乌克兰战争。为此，中国再次派出高级外交官欧亚事务特使李辉对欧洲进行外交访问，计划在欧洲各地举行会晤。李辉的访问将于下周6开始，并将前往乌克兰、俄罗斯、布鲁塞尔等地区会见欧盟代表。北京外交部周3宣布了这一消息。此外，还计划访问波兰、法国和德国。北京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中国从未放弃和平努力。过去2年，我们从未停止和平努力，从未停止推动对话。德新社援引他的话说，这是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第2轮穿梭外交。迄今没有进展。去年5月，李辉首次访问乌克兰，并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谈，但迄今为止仍未取得明显进展。2023年2月，中国提交了一份关于乌克兰冲突的立场文件，呼吁尊重主权、停火并恢复和平谈判。尽管中国政府一再保证支持谈判，但批评者指责中国实际上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好，各位，这就是报道的全部。现在我们看看读者评论，按时间先后来翻译。第一条评论：根据中国的古老习俗，中国特使在出访期间窃听对话者的手机数据。下一条评论：中国这有点像胖孩子看守蛋糕哦。下一条评论：与其忍受我们政客不断的战争叫嚣，不如让中国试试运气。下一条评论：中国表现出善意，法国想派遣地面部队，而许多从中受益的国家则希望继续无休止地提供武器弹药，谁更明智？下一条评论：中国从一开始就支持俄罗斯，甚至与莫斯科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如果没有中国的加入，战争可能在几周后就结束了。下一条评论：不，战争不会在几周后结束。10多年前，中情局为什么要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交界处建设烟体？纽约时报报道，这涉及大量金钱。下一条评论：让我们期待中国人的智慧吧，在西方似乎几乎没有政治人物有智慧和理性。下一条评论：你说的对，西方政客只是为了钱。下一条评论：中国从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中获得了很多经验，也许中国人可以做到西方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毕竟俄罗斯人和西方邻国都相当依赖中国经济，美国人可能有其他优先事项，那就是以色列和加沙战争，美国人根本无暇顾及。普京需要优先考虑的是，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乌克兰甚至更适合作为中立缓冲区。下一条评论：你知道中国人有多依赖在所谓的西方国家销售产品吗？乌克兰在2014年之前一直是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中立缓冲区。默克尔和密特朗在2008年阻止了乌克兰加入北约。下一条评论：核武器领袖和俄罗斯人反复进行核威胁的小丑，显然中国爸爸先生又受够了。如果这值得来回折腾的话，不过也许他只是想为自己的征服台湾获得一些好主意。下一条评论：你的评论完全无法理解，这是什么语言？下一条评论：中国派遣外交官，欧盟提供武器。下一条评论：然而这将无济于事，乌克兰得到了禁止参加谈判的指令。下一条评论：中国完全不适合这个角色，他只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且是俄罗斯的盟友，可信度有多高？下一条评论：比起我们的政客，我更相信他，他清楚地宣布自己想要什么。下一条评论：看看，至少有一个人相信中国人。下一条评论：好吧，
让我们看看他有什么决策权，希望不只是一面倒的偏袒俄罗斯猪。下一条评论：中国比整个西方加起来还要理智。下一条评论：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整个欧盟都没有人像中国一样采取建设性的行动？难道他们都害怕自己的领导？否则真没有其他解释了。下一条评论：李辉首先应前往美国，毕竟美国将决定是否允许泽连斯基先生进行谈判。下一条评论：有趣的是，这里有些人却想看着人们在乌克兰死亡，可能没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解释，为什么不想先等等看中国的外交斡旋会有什么结果？当然，怀疑是有道理的，但对于任何想要尝试外交的西方国家来说，这些疑虑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乌克兰无法获胜，但目前或许可以尽力而为。如果认为不部署西方军队，乌克兰的情况就会好转，那就太天真了。下一条评论：任何重启对话的尝试，最初都应被积极看待，至少至于最终能否成功，我们拭目以待。下一条评论：习近平向莫斯科派遣外交官就足够了，是普京发动的战争，他只需一声令下就能结束战争。下一条评论：你显然不明白什么是谈判，谈判的目的是什么？双方都必须做出让步，而那些拒绝让步的人，至少应该诚实地承认，他们乐于继续战争。下一条评论：这很好，他们可以假装正在进行谈判，同时继续不停地向普京提供帮助。我们感谢他们的努力，同时我们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帮助。下一条评论：那就请把外长贝尔伯克夫人送上飞机吧，也许她能及时赶到，因为10万公里很快就过去了，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强。德国之士补充一下，这里提到这10万公里啊，是一个梗，就是德国这个360度脑残外长，他在一次集会上说，在咱们这个地球上，有的国家10万公里以外怎么样，所以呢，从此之后呢，他这个梗就成了一个笑话。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地球它的周长最长的地方只有大约4万公里，对吧？如果他说10万公里的某一个国家，那这个人就显得特别无知了。好，我们继续往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中国2023年2月的12点计划就已经非常好，因为它没有预设各方的实际谈判，而只是将其嵌入一个广泛的基本框架中。另一方面，泽连斯基的所谓和平方案，与其说是和平，不如说是无休止战争的保证。他拒绝了真正意义上的谈判，这与他10月22日的法令非常相似。该法令根本禁止与俄罗斯进行任何谈判。下一条评论：今天联合国宪章及其和平理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由于我们粗心大意和无视联合国宪章而再次陷入战祸。更糟糕的是，即使在冷战时期，穿梭外交也十分活跃。古巴危机得以和平解决，也要归功于穿梭外交。如果俄罗斯当时的行为像今天参与乌克兰战争的那些人一样顽固，那么人类的篇章在那时就已经永远结束了。联合国宪章呼吁我们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冲突，我们绝不能否认这一点。有鉴于此，我希望并祈祷中国的外交努力取得成功。下一条评论：乌克兰战争对中国政府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供应链被打断，而中国必须保持经济运行，这关系到经济中的大量资金和权力。下一条评论：中国不是认真的，否则对俄罗斯施加更多压力将是显而易见的。立场文件中只是空洞的措辞，其中一些是相互排斥的。下一条评论：乌克兰只有在彻底失败之前才会同意停火，而普京有望实现他的战争目标。然而与此同时，事情似乎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不过普京赢得越快，死的人就越少，所以我并不在乎女权主义战争部长。德国之士说明，在这里指德国那个脑残女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就是自己说有伦敦政经学院硕士文凭的360度外长，是空心菜的学妹。
德国甚至没有将其特别基金从1000亿欧元增加到3000亿欧元，兵役制也不在计划之中。交通灯政府在欺骗我们，欺骗北约和欺骗乌克兰，在柏林在欺骗我们。他们希望看到普京迅速获胜，政治是残酷的，甚至是犯罪。下一条评论，西方并未阻止停火，状态是2023年2月17日，网上有传言说，去年2月17日，美国和英国破坏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已经谈判达成的停火协议，但以色列总理贝内特从未这样说过。在采访中，贝内特解释了他如何成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调解人。几乎没有其他人与双方有如此信任的关系。对于安全保证，贝内特告诉泽连斯基，如果俄罗斯发动袭击且不遵守和平协议，美国不会做出任何保证向乌克兰派遣士兵。不查的暴行之后，一切都结束了。德国知识补充，感觉这位的帖子还没有写完就没有下文了。下一条评论，如果战争结束，俄罗斯的经济就会崩溃，他们当然不希望这样。更重要的是，普京的家族与军火企业有关联。下一条评论，出了战争，普京再也无法为他的人民提供其他任何东西了，但俄罗斯人很节俭，这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下一条评论，读到这里的评论总是很奇怪，俄罗斯入侵一个国家，然后迅走他能得到的东西，从克里米亚开始，然后击落荷兰人，到头来都是乌克兰的错，因为他不愿意忍受。即使有再好的意愿，我也看不出其中有什么逻辑。德国知识补充，他说击落荷兰人，估计是指2014年7月，也就是差不多10年前，在乌克兰境内有一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客机 MH17 被击落的事。机上有很多荷兰籍的乘客，是一些生物学家以及科学家。那年马航的另一架客机 MH370 神秘消失，机上有很多中国科学家，所以打死我也不信两者之间没有关联。然后背后的黑手是谁？大家自己去猜，估计都懂的。下一条评论，希望中国人能成功斡旋，这样乌克兰年轻的民主政体就能最终茁壮成长，前线的苦难和悲惨也将结束。作为首席说客的 Ford Zilman 和作为国防技术专家 Panzer Tony 会喜欢吗？德国知识说明，我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名字好像不是真的。我们继续往下，当世界农田供应廉价小麦，收银机响个不停时，拜登家族会很高兴。娜塔莉安、贾列斯科和乔拜登毕竟做了一些很好的基础工作，但对于许多在网上发帖的人来说，也是可怕的。德国知识说明，贾纳斯科是拥有乌克兰及美国国籍的政客，大家脑补就可以了。好的，各位，今天与你们分享的报道及评论就那么多了。可以发现，与1年前相比，理性看待中国斡旋俄乌危机的评论多了。去年大部分人都嘲讽中国及批评中国不跟着西方站在乌克兰这边，但本人不太乐观，因为乌克兰已经颁布了法律，给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锤定音的权利，只有他才有权决定乌克兰是否参加谈判。如果司机上头的主不准司机同志参加谈判，战争将会继续下去，直到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个男性。